欧洲快疯了。川普提议抛却 G7，成立5国集团。最好玩的是 C5 欧洲国家，所以在 G2 之外有 C5，中2对美日，所以中国玩自己的 C 加 N， 美国玩自己的 A 加 N， 印度在中间自成一格，进而把欧洲拿来分了。这个就是川普想象的世界。相信美国是世界的正义化身，公海上公然扣人家油轮，还把人家油抽走，何等恶劣！不是要抓毒虫吗？怎么毒虫抓着去劫掠油轮呢 ？Tell me why, baby. Tell me why.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美国公开了 NSS 国家安全策略，据说有隐藏版。根据美国的政治新闻网 Politico， 川普政府的隐藏版报告未公开加长版本，宣称美国决定要绕开 G7 他不要管 G7 了。大家知道，其实美国对全世界它有很多的组织，过去作为权力核心的中枢就是 G7。美国总统川普、英国首相斯坦默、德国总理默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时的日本首相石破茂、加拿大的总理卡尼，最后是欧盟的冯德安，这整个就是随着7大工业国，所以整个体系你会发现，这就是美西方体系。在美西方体系里面，美国跟欧洲主要国家，加上欧洲集体利益的代表欧盟，再加上过去被认为唯一在亚洲的列强日本，组合成的这个 G7。那这个 G7 一度叫 G8， 但因为克里米亚事件，所以俄罗斯被踢出去了，所以就从8个变7个，就变 G7 了。G7 Group of Seven 翻译叫7大工业国组织，当初翻译的人就是居心不良。7国组织就7国组织，翻叫7大工业国组织，想恶心谁？这7个国家有几个国家工业还很好的，德国、日本还行，英国根本没工业，只有金融业，乱七八糟那不管怎么样了，大家了解到7国组织其实就是当时的已开发国家俱乐部啦，在1973年组建，主要的背景是美国当时为了对抗苏联，加强全球治理，而且还有美国在越战上面打得实在是太糟糕了，对它的全球威信有所动摇。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的背景之下，在金融方面需要有所协调，讲白了就是要大家来帮忙美国当分母啦。所以在诸多的情形跟条件之下，由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牵头去建立的。这个建立之后就一直延续到现在，定期在开会。过去把 G7 称之为世界的中枢，所以 G7 事实上就是美国透过看似协调的机制，实则加强控制这个世界。所以 G7 从1970年代到现在已经超过50年了。当时由西德、法国、英国再加上日本成为5国集团，而后1975年意大利加入，1976年的时候加拿大加入，正式形成 G7。到了1998年的时候俄罗斯加入，称为 G8， 就一直延续到2014年。在1998年到2014年那段期间， G8 就相当于是世界的全部因为那个会中国还没崛起所以全世界上听到 G8 就闻风丧胆，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决策核心。虽然中国在联合国里面拥有否决权，但是中国在当时还在微缩着发展当中，筑高墙，广积粮，缓称王。所以是可笑的啦，台湾7大工业组织没有秘书处，没有国际条约，它就是一个政治经济论坛。可是在这个政治经济论坛却可以协商很多的东西，主席国每年由成员国轮流担任，定期会晤磋商协调国际重大社会议题，就一张桌子就把大家给办了。这个就是典型的 G7 的样态。而我跟大家讲2024年是 G7 最后的高潮，因为拜登是信仰国际主义，再往下来到川普全球退潮，而且事实上这一桌里面扣除美国还是个咖德国、日本、法国算半个咖英国可能是 0.4 个咖。那请问意大利是什么？加拿大是什么？不要闹了，加拿大这个国家除了在 G7 里面当美国的应声虫之外，它对世界有什么影响？加上这个组织的存在本身就不符合当代世界的潮流，所以在国际现实主义者川普的面前，这种组织的存在效度就很低。天天来开会，站在这里干嘛？所以川普每次来开这种会，脸都不怎么样，就一个字臭，浪费我的时间。其他人每个笑得合不拢嘴，大家要来大拜拜了。但川普觉得好无聊，连开会就懒得开。
工业革命18世纪末到19世纪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有2个，煤跟钢。所以当时拥有大量煤跟钢的国家，它就会成为工业引领的国家。而最有名的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人类工业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出现了——内燃机，它彻底的改变了人类工业的进程。20世纪第2次工业革命是电跟油的时代，所以谁掌握了油电，谁就壮大。德国因为缺油，所以德国在20世纪大战当中就衰落。到了20世纪初，欧美地区的一流城市普遍都用上了电，因为爱迪生让电灯给普及化了。另外，电学里面有个东西很重要，叫做铜。因为铜又轻，电阻又低，而且铜它一旦氧化，它形成的氧化层在外层。还有一个电所带来的另外一个神奇的事情是铝。这时候就要讲出7大工业国那个莫名其妙跑进去的加拿大为什么会红起来了？因为铝又轻，质地又硬，但唯独缺点是炼铝非常耗能，而且要用电来炼铝。那这个时候就谁拥有大量廉价的电？那巧了，加拿大地广人稀，但有一件事情是它湖特多，水特多，所以拿来做水力发电。再加上加拿大有大量的铝土，因为它是个古地盾构造，所以加拿大在20世纪的工业腾飞的时候，加拿大炼铝工业、电解铝就赚很大。所以铜、铝再加上油，就构成了20世纪整个工业革命的主轴。所以加拿大为什么会进去？逻辑出来了。可是现在是2025年，进入到21世纪啊，工业4.0，稀土原本叫做工业的维他命，现在变成工业的必需品啊。因为铝它很容易跟稀土金属共伴产生，或者说这类金属很容易跟铝合在一起，所以进入21世纪。大量炼铝的国家，它就掌握了炼稀土的技术，加上国家技术有助于辅导，这个国家就叫中国。所以为什么 G7 进入21世纪之后越来越力不从心？因为21世纪工业材料的重点就是稀土，里面有这个你跟不上科技，你动出来的东西就是跟不上人家。另外一个 AI 的产生，所以加拿大为什么不重要了？因为现在有更多的材料可以取代铝，比如说碳纤维或者其他各种的技术。当然铝还是很重要，但是铝有一个特色，就是铝的回收率非常的高，以至于铝土的产国在经过1世纪的大规模大量的开采之后，铝的缺口其实没有上个世纪这么的高了，所以铝成为国际地缘政治的翘板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就是如此剧烈。川普就是清楚的意识到，随着工业的推进，重点材料的不同，国家的命运不一样了。而美国在工业 1.0 的时代，它有大量的煤矿、铁矿；工业 2.0 的时代，美国有大量的石油，美国发明了各种电器用品，而电的革命主要就在美国啊。所以 1.0 时代火车最重要，进入 2.0 时代汽车很重要， 3.0 时代主要是资讯革命，也就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电脑的出现。那在这个时候，稀土虽然开始登上舞台，但还没有那么重要，主要是来自技术的革新。而这里面从冷战时期堆积大量技术的美国又再次发力，把电晶管变成半导体。21世纪的现在，世界再次改变，而谁做了长线的铺陈？就中国。而且中国好死不死有全世界4成，而且是最丰富的稀土矿。中国的稀土矿是各种品味都有，这才厉害。有稀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稀土虽然叫 rare earth 罕见的泥土，但是其实稀土一点都不稀，它是比例很稀，但是它在地壳当中到处都是。所以这就是世界格局的变化，而这个变化直接带动了全球地缘政治的一种隐形的推动的助力。这个助力也是为什么今年2025年工业 2.0 集大成之后，中国的后发先至会如此的 powerful。中国的力量一飞冲天都难以形容，而且是全面的一飞冲天，是全面的爆开。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美国一定要做调整，也就是抛却旧有没有用的开会体系 G7， 转向一个全新的体系。会议公开版的加长版本的2025 NSS 里面讲到，川普提议在美国成立一个新的核心组织，效法 G7 举行定期模式讨论国际峰会，叫做5国集团。美国、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第一个条件叫做人口一定要破亿。这5个国家有一个人口都破亿，美国 3.3 亿，中国14亿，印度14亿，日本 1.2 亿，俄罗斯 1.4 亿。没有破亿，在川普面前根本就不是个国家，是个可口的肉，等着被吃。再来，你的国家潜在的能力跟实力在哪里？所以虽然没有讨论 C5 或 C7 的机制，确实有人谈到，鉴于当今
世界上的新参与的玩家，像 G 架构，也就是我们讲的 G7 或者联合国安理会的现在机构已经不再适用，所以在联合国里面，英法不敢单独动用否决权，代表这个机制本身就有缺陷，就英法的实力不足以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它只是作为一个权力平衡的用法，所以这个新的构想在川普的逻辑里面想办法拆分中俄，如果拆分不了，中俄会相对接近，所以美国一定要拉一个盟友叫日本啊。日本的功能是多项性的，第一个，日本是整个 G7 里面除了美国之外唯一一个人口破亿的国家，真正意义上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力。第二个，日本作为中国地缘的牵制很重要，而且这个格局中国目前也无意打破美国在日本的驻军，所以美国等于是拉上了一个盟友。那印度这个家伙飘忽不定，很难搞，但是印度确实它在整个机制里面它也对中国具有平衡作用，所以日本被拉上来是很合逻辑。所以中俄对美日，那印度只要拉拢它，那是不是可以在 C5 里面有一个更好的平衡模式？而且另外我们必须实际的说啦，印度除了人口多以外，它其实矿产也是非常多，印度的煤炭也非常多，因为印度也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它的整个地块是古地顿，古地顿就是要矿产就有矿产的概念。这个出来之后，整个欧洲大为震荡，欧洲快疯了，丹麦率先发难，首次将美国列为国安威胁，因为美国一直想要丹麦的格陵兰，都是气死了。据纽约时报报道，丹麦国防部情报局在公开评估风险时首次提到对美国的担忧。该报告在周三发布中称，美国的川普政府战略中心改变，对盟友日益加大的施压，正对丹麦的国家安全产生新的不确定性。日前已经向格陵兰部署了 F-16 战机，另外直指美国优先的政策造成欧洲的疑虑，而且说到美国正动用经济手段强推自身意志，对外政策中不再排除对盟友甚至动用军事力量的可能性，因为美国总统川普甚至是威胁要用武力占领格陵兰。那这个撰写报告的人提到，欧洲已经陷入两难的困境，尽管美国人是丹麦最亲密的伙伴盟友，但是川普言辞中敌意日渐加深，这不是很好笑吗？都是最亲近的盟友了，还有敌意加深，那到底是盟友还是敌意？你看这欧洲人也是有够别扭。另外英国负责武装事务的国务大臣宣布，英国已处于战时状态，欧洲正面临一场近10年比任何冲突都更惨烈的战争。他强调，战争阴影已经敲响了欧洲的大门。过去1年，英国遭遇的俄罗斯威胁攻击数量激增50%，所以面对俄罗斯，结果美国不但不处理俄罗斯问题，竟然跟俄罗斯一起瓜分乌克兰28条，所以现在泽伦斯基各种悲剧。这事情最好玩的是 C5 里面欧洲国家，所以知道这份 C5 有多恐怖吗？虽然美国白宫的官员已经出来否认说绝对没有加长版，此地无银三百两是吧？所以川普其实就是把欧洲当成肉来吃，所以日本还算好的日本至少还有上桌的机会。所以美国全球退缩的过程当中，它等于是拉进了一些新兴的力量，尤其是中国，在 G2 之外再加个 C5 来巩固利益，那进而就可以把欧洲拿来分了。这一份的战略报告，你想如果要人口过亿，它其实可以做一件事情，把欧盟拉上来就好了。但是为什么不要拉欧盟？美国真看不起欧盟。最新的新闻，川普政府传计划拉拢4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波兰脱离欧盟，白宫强力驳斥。所以川普逻辑，我从这一点我们就看出来了，在 G2 之外有 C5， 在 C5 之外他会再拉拢一些友好国家，形成最外的这一圈，而最外这一圈就是他的这些意识形态相近的好朋友，什么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波兰之类的。所以中国玩自己的 C+N， 美国玩自己的 A+N， 这个就是川普想象的世界。C5 讲白了，你没有办法肢解俄罗斯的，你也没办法肢解印度，这些国家都是强而有力的大国。日本的底蕴确实还是可以的，你就想日本还敢刚中国啊？全世界上谁敢刚中国啊？欧洲那群软蛋有人敢刚中国吗？日本虽然刚错地方，但至少他好歹他敢刚。美国放眼不看 G7 这一排盟友，也就剩日本敢跟中国刚了啦。所以虽然在今天我们对日本是有情绪的，但是撇开情绪不谈，日本至少还上得了桌，欧洲那些家伙连上桌的机会都没有。所以这世界 G2 就是中国跟美国 A+N， 美国找他的盟友，找他的小弟，中国找他的盟友，找他的小弟。但是这个小弟之间是虚线，不是实线，不是一刀切。很多人会手数两端，比如说中亚5国5+1机制，除了跟中国之外跟美国跟欧洲都有。C5 俄国是一个级
美国会拉日本成为另外一个极，印度在中间自成一格，所以这个世界叫多极化。但是美国想象的图谱是这样，这是很有意思的。那这样的图谱其实大致上也符合现在的现实势力的问题，因为印度现在的 GDP 已经超越日本哦，进入了世界第4了。第1名是美国，第2名中国，第3名是德国，再来就是印度，第5名是日本。好难想象世界 GDP 大洗牌，在我有生之年可以这么刺激，所以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的魔幻，好玩就在这里。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川普又提出了一个警告，可能会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他说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大家不应该持续的对抗。但为什么世界会这么乱？因为整个秩序的替换期已经来到了。1991年之前是冷战的对峙期，91年苏联解体之后，到了2018年是全球化时期，由美国来主导全球化，叫做最佳的文明已经出现了。美国就是世界上最棒的国家，神之国度，已经没有再超越美国的存在了。再往前走，结果突然中国窜了上来，打了贸易战，一打从18年打到2025年，川普最终开了一个大决，发起关税海啸，为这场最强的新冷战亲手画上句点。结果全球关税海啸一开，唯一顶住的那个叫中国。所以呢 NSS 在川普亲笔签名的序言上面，他们花了9个月做出了这一份报告。这9个月，我相信川普政府是深思熟虑。在这个世界大潮之下，川普的执政其实是不好的。美国的经济并没有向好，失业率也没有向好，贫富差距也没有向好，各地动荡不安，把移民赶走的状况呢，更让美国的整个社会非常沸腾啊。可是得到的状况是，川普依然还是可以在政治对决上面压制对手民主党。原因这个世界大潮当中，美国做出了一个正确的战略调整，就是放弃美利坚帝国宰制全球的工作，重新创造一套机制来应对当前世界格局的变化。而川普他们所提出的招式就是 G2 加 C5， 而这个 NS 加 C5 中国接受不接受？中国表面上当然不会承认任何 G2 加 C5， 但从习近平跟川普会面之后所讲的话，其实中国早就意料到美国不这样干，美国是不会停下来的。美国本来就不会停下来，但中国要的不是美国停下来啊，中国要的是美国你不要一直跟我对干，你一直跟我对干，我有信心可以赢你，但是消耗很大，对我中国的发展也不有利。所以中美巨轮稳定向前，共同引领世界，这个话没有回应 G2， 但也回应了 G2， 所以美国就是拿到了习近平这个回应，吃下了定心丸。而 C5 对中国来讲并不是坏事，因为中国本来就要推 C 加 N， 在多极化的世界建构一个相对平稳的秩序，而在这之中，中国可以透过大量的合作创造最好的繁荣未来，这是中国要的，世界人民大团结，这就是中国人的心态。而在这里面，美国要的 G2 划分势力范围，搞门罗主义，要小弟作为牺牲品，吸收小弟的能量壮大自己，对中国来讲无所谓，你去找你的小弟，反正我该支援该协助。所以马杜罗、委内瑞拉理论上在美国的势力范围内，可是中国没有大挺，但是也没有放弃它，这就是中国的逻辑。所以我讲的美国全球退缩、弃 G7 建 C5 的核心5国，其实整个历史脉络就是这样来的。而当中的背景历史脉络是整个工业革命的发展导致了全球地缘的另外一条暗线来推动它的改变。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世界各地会非常的动荡。你就看到泰国跟柬埔寨再次开火，川普调停也没用，我才不甩你，你美国也没有能力来阻止我们停火，所以泰柬继续打，用力打，加强再打。美国也在忙着制裁委内瑞拉，扣留油轮之后，等一下问那油轮上的石油怎么办呢？我会把它给扣押抽走。太荒谬了吧！公海上公然扣人家油轮，还把人家油抽走，何等恶劣！不是要抓毒虫吗？怎么毒虫抓着去劫掠油轮呢 ？Tell me why, baby, tell me why。所以如果这个时候还有人要相信美国是世界的正义化身，我只会送他一句：傻。最后，川普对新冷战不感兴趣，他想打的是新内战。也就是说，对川普来讲，世界就是先退缩，搞定内部。所以我就说，这个格局就是美国要的。中国在这个格局下，不支持也不反对，用美国的这个格局来发展自己，正是好事。